特朗普在任4年内，盟友苦，美国优先久矣。一位法国外交官指出，特朗普几乎羞辱过所有欧洲领导人，简直疯狂。由于他极力推行美国优先政策，美国和盟友关系产生前所未有的裂痕。而在特朗普即将离开白宫之际，美盟友开始异常团结。7日，8国联军正在集结。11月7日，拜登宣布当选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，其外交事务聚焦修复与盟友的关系，尤其是北约和欧盟的关系，以及与各个国际组织的关系。在刚宣布胜利之际，他就决定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、世界卫生组织，还对北约及盟友说出了久违4年的赞美之词。所有的行动都在外界释放一个信号：美国回来了。而美国和盟友重修旧好，对我们而言，则是面临更大的挑战。在美国主导构建对华围堵网的背景下，欧洲各国开始蠢蠢欲动。早前就有日媒透露，最快明年初，英国海军就会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前往西太部署。日本、法国和美国将首次在日本一个无人岛上进行2期作战联合演习。以往美日联合演习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法国参与确实很少见。此外，一直四处找存在感的英国也公布，预计在明年初也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，也将奔赴西太地区部署，活动范围包括冲绳等第一岛链区域，为全球化英国加强存在感。就连一向持谨慎态度的德国都改变了风向。继法德后，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也高调宣布，将和日本、澳大利亚、美国等加强联系，并于近期计划向印太地区派遣一艘德国联邦军护卫舰。虽然欧洲各国都擦拳魔掌，但事实却证明他们早已日薄西山。受脱欧和疫情双重打击，英国今年经济萎缩严重，创下310年来最严重衰退。去年英媒甚至报道，由于防务开支不足，考虑将航母租借给美国。而且在出发前，英国另一艘航母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就出现漏水事故，这是英国航母老传统了。而法国的核动力航母则因为核反应堆技术不成熟，常年停在港口。而这次德国出动的一艘护卫舰更是可以忽略不计，他们还想像100多年那样8国联军再现，绝无可能。可能在10几年前遇到这种程度的围堵，很多人心里都会担忧。但随着中国国防发展，时至今日，中国人心态已经变了，从担忧惧怕变成了吃瓜群众。难道他们以为派几艘军舰逛几圈就能阻止中国发展吗？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越是这样做，中国内部越是团结，发展的越起劲。而且现在的中国也不是100多年前的中国。长期以来，由于中国一直没有透露关于核武库的规模、部署以及官方资料，而多年来西方研究机构和消息人士挖空心思想要窥探这一机密，而火箭军的建设受到美军长期关注。最近，美国最新报告揭露中国核武库家底。最近，美国一家原子科学家公报机构公布了一份2020年中国核武库报告。报告中，美国研究人员认为，目前火箭军有40支弹道导弹旅级部队，比3年前增加了35%，规模还在扩大中。这40支部队中有12支部署在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。卫星图显示，火箭军位于广东和福建的基地近年来有扩大的迹象，这跟台海局势有很大的联系。报告还指出，解放军拥有350枚核弹头，包括陆基272枚、海基48枚、空基20枚。具体一点说，在陆基方面，解放军有6枚东风4中程弹道导弹、10枚东风5A 洲际弹道导弹、10枚东风5B 洲际弹道导弹，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疑似有18枚，东风5C 洲际导弹和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数量不明，而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疑似有18枚，东风21系列40枚，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有100枚，而东风31系列共有78枚。海基方面，4艘094系列战略核潜艇能装备48枚巨浪2潜射洲际导弹。空基方面，20架轰6系列轰炸机能搭载20枚核导弹。虽然报告的虚实难以确认，但是美军却真实感受到了来自火箭军的威慑。在前不久，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证实，火箭军反舰弹道导弹精准命中南沙群岛附近的移动船靶。东风26和东风21D 是中国进行反介入战略的重要环节，真切感受到航母末日的来临。对此，俄罗斯侧面周刊指出，只要140枚就能足够向美国进行打击，这已经不是2次核反击水平了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美国逐渐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，而中国却一直贯彻不率先使用核武器。但是，一旦出现不可避免的冲突，虽然中国有能力展开核反击，但应该摆脱这一束缚。一直以来，美国不仅不愿意履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，反而在近些年不断发展低当量核武器，以降低核战争的门槛。而美国国内更是频繁叫嚣，
中美之间难以避免会出现一场冲突，其目的已经很明确了。那这时候我们也应该摆脱束缚，让美国体会到什么是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最近，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为王建东颁发了1等功奖章和空军功勋飞行人员精致荣誉奖章。在9月份的时候，他们所驾驶的战机遭遇重大特勤，在37秒内教科书式的处置特勤。而最近澳大利亚飞行员的做法和这形成了极大的悬殊，引发热议。在9月4号，在王建东驾机起飞不久后，战机突然遭遇鸟撞。事后调查，有2只大型鸟进入了进气道，发动机损毁严重。而他驾驶的战机似乎是单发的歼10战机，发动机损毁严重，导致战机空中停车，基本上已经无法挽回了。当时战机撞鸟瞬间的飞行高度处于272.7米，速度是每小时545公里。按照飞行手册规定，在遇到重大险情时，飞行高度在2000米以下，飞行员就能跳伞逃生。如果王建东选择跳伞，失去控制的战机将在8秒内坠毁。但是地面是居民聚集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在撞击第一时间，王建东想的是返航，利用滑翔姿态保持可操纵性。由于右转机时第一时间避开了城市人口密集区，并努力保持战机状态，尽可能滑翔得更远。同时还要紧急判断可以坠毁的空地。战机左下方是密集的村庄，而前方是城市上空，战机高速下降，任何操作失误都可能导致战机失速。但是飞机攻伐方向仍然对准居民区。在一系列努力尝试后，他在楼房居民区和村庄中呢，终于找到一块空地，随后全力控制飞机对准水田，最后一个才果断拉动弹射座椅拉环，告别自己的老伙伴。此刻战机距离地面高度只有75.9米，3秒后战机坠地。这种高度已经是飞行员的极限，弹射瞬间让他出现暂时的晕厥，而地面无一人伤亡。在撞鸟瞬间到战机坠毁37秒内，他一共做出了22个操控动作零失误，3次转变航向避开战机下方的居民区，被誉为教科书式低空鸟击特勤处置案例。但同样的战机事故，前不久澳飞行员的做法却形成鲜明对比。在12月8号，一架澳大利亚空军 F-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，2飞行员紧急弹射幸存。这本是很正常的操作，但是细节披露后澳大利亚飞行员饱受诟病。这架战机是在起飞时，一侧发动机突然冒烟，随后2名飞行员毫不犹豫直接拉杆跳伞逃生。滑稽的一幕是，飞行员弹射降落时，旁边的飞机失去人员控制，还在跑道上滑行。幸好是鼻轮栽到排水沟中才停下，否则将可能直接冲出跑道，造成周边附带损伤，后果严重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F-18F 属于双发战机，一侧发动机没用，还有另一个可以用。逃生之快令 F-18措手不及，如此操作引发热议。中澳飞行员的做法在国际论坛热议，连澳洲人都直言：“我觉得很屈辱，没人像解放军那样，这样的军队难以战胜。”人民军队为何无往不胜？相信很多人心里有了答案。自11月下旬开始，由于莫迪出台3个有关农业改革的法案，大批印度农民举行挺进新德里抗议活动。抗议活动还在向全国蔓延，一时间，印度多地重要交通枢纽、商业街道等都出现了罢工抗议，事态发展远超出莫迪的预期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、英国和加拿大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给了印度人一个错觉。最近关于印度农民抗议示威活动，美国多名议员表示，新德里必须和农民进行和平谈判，美国应该指出抗议的印度农民。英国部分议员也要求英国干涉当前印度国内的农民抗议活动。此外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公开表示，如果他没有关注到关于印度农民抗议的新闻，就是失职，加方将永远捍卫和平抗议的权利。特鲁多作为一国领导人，这一言论引发印度强烈反应。印度外交部表示，特鲁多毫无根据的言论对其内政构成干涉，令人无法接受。如果这种行为继续，将对双方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。事实上，前段时间因为遏制中国这一共同目的，印度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加拿大等国关系迅速升温，外界甚至盛传印度将放弃不结盟政策，加入印太版小北约。但莫迪面临多线边境对峙、疫情失控、抗议活动蔓延等问题时，这些平常称兄道弟，现在却翻脸不认人。但其实美英等国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在巴黎街头，对马克龙解封法国、怒喊法国警察每一个好人的抗议者，沿街烧毁汽车、砸商铺。而同样要自由不要命的英国，抗议活动也是连续不断。而纽约街头更是像地狱模式。关于疫情
行的抗议活动旷日持久，现在还多了特朗普狂人粉搞事、枪击、打砸抢等事屡禁不止。他们抱着自己不好过，别人也别想好过的心态，对别国内政加大干涉。此事也在印度引发热议。有人表示，现在我们处境和中国一样，当西方开始指责印度时，就意味着印度正变得强大，让他们感到不安。终于理解了中国，这就是强大的烦恼，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吧。虽然不知道印度哪来的自信，不过确实西方从近代开始就以自己的强大联合干涉那些崛起的国家，或者可能威胁到西方地位的国家。有的国家崛起进程会被打断，甚至会因此一蹶不振，但中国却是一个例外，他们越遏制中国，崛起的速度反倒越快。